有的人天生就有一个翅膀，他没有目的地，但是他必须要飞。说说看，什么事情？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感觉很没有。我是一个可能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乱撞。说到这个，你好像有点难过。我就是觉得我从小就是被困住的，我从小就觉得我是肯定是要往外跑的，也没有一个原因。他做不到，所以他看什么他都是不满意的。你可能会莫名其妙，就情绪很低落。我的心里很难过。我这一天的情绪波动比较大。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的感觉吗？本质原因都还是跟情绪有关，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焦灼。我先想想我的人生都需要干嘛。你知道我现在在画什么吗？我正在讲述黑夜里发生的事情。这些情绪里面有好的有坏的，但是来了就会特别强烈。就是它就像是一个天平，一段时间很嗨，一段时间又很丧。嗨的时候就是不能停下来，给自己找很多的事情。我是一个可能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乱撞，末日的狂欢的那种状态，很焦虑，就是总是自己很不安的一种心理状态，还是挺难受的。你知道，其实真的是有这种情绪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它不是像我们想象那种灰暗的，它一定是画的是很鲜艳的。当任何一种情绪上升到极致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被值得用彩色、色彩去表达和歌颂的。这是压抑后的一个绽放感。没来过，第一次来是吧？身份证可以吗？那就办资费，医保没有吗？有医保。说说看，什么事情？你要来就我的诊？情况很复杂，之前是双向，好像也没有什么病因诱因，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区分了。我在家里就算是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吧，不停的换衣裳啊，忙东忙西啊，我不知道这个的心理原因。本质原因都还是跟情绪有关。说白一点哈，就是说你会感到挺空虚的。我吗？是吗？我不知道，就是你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还好吧。那你生活中有谁让你觉得是心里亲近的？我的小狗。就你养的是吧？啊，你结婚了吗？嗯。说到这个，你好像有点难过。为啥？我忽然想到，好像我身边没有什么亲近的人。但你内心觉得孤独寂寞，而且有些无趣。我没有觉得我坐在那里觉得哎我好孤独寂寞，我倒是没有说没有这个意识，可能是你说出来这个词离我很遥远，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的确是感觉到你心里有一个深的地方你是包着的。如果有人能够让你觉得说他真的可以让你去分享跟分担你内心你真正的故事，你会好一点的。好，谢谢。以前也有心理医生说我心里就是有裹着的那一面的，但我不知道是啥。200米后直行，沿主路行驶。对，其实你看我的手上这么这些玩意儿，这个都是内心空虚的体现。这个我知道，就是越心灵强大的越不需要这些外在的装饰。人真的就是一个孤立的原子吗？还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一种本质的属性？人都会有根本的渴望，就是跟一个人真正的连接，跟这个世界有一个真正的连接，就不是说是锦上添花，简单说了，就是一个人存活的必需品。我们这样可以拥抱，然后又特别舒服，特别的治愈。就是他能感觉到，我只要一这样抱着他，我可能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特别乖。搬家，这是我第几次？10次，第10次搬家。我选择北京是因为北京有劲儿。我的真的。我左边有细杆儿。我北漂快20年的时间，真的是每一天对我来讲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下的。就是我们在北京漂的时候，本身就是处在一种不安全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没有在为了你的那个理想而做出事情的时候。你的理想是什么？小时候啊，觉得考上中央美院是个梦想，毕业了之后觉得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画家，我还是希望能够真正有东西能够留下，或者说对我自己是一个交代，我尽力了。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下午的4则恐惧故事。我已经讲完了3则，第4则需要今天下午的各位观众跟我一起完成。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也有恐惧的事物，这种恐惧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是一种焦虑、担忧，也可能是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然后我希望使剧场回归到讨论的场所，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和自由来分享自己的恐惧。然后我的恐惧是今年为止，我跟我所有朋友的聊天都会聚焦于离开北京。我的恐惧是消失，我需要存在感。I guess I get worried about things like this, like talking in public. 不能说不的恐惧，与人连接的消失的这种恐惧，是对于失控的恐惧，对孤独的一些恐惧，手机震动的恐惧，对意义感缺失的恐惧，不被理解的恐惧，恐惧自己做不好吧，一些对未来的恐惧吧。昨天晚上梦见我爸了，梦见他不管我了，感觉很慌，不知道怎么办。Hello， 你好，这个上点吧。我当时刷这个的时候，我们家人还有李然都反对。你看我这个样子，我快乐吗？你看着很快乐，我挺快乐。你看着阳光抑郁症，在家里是生活很安逸，就不愁任何物质上的东西，但是家里也挺无聊的。在北京市很穷，也很无聊。我现在觉得哪儿都很无聊。当你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交友欲最强、最旺盛的时候，也是能够交到最多朋友的时候。但是经过了几年之后，朋友都慢慢的离开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北京。我觉得我一定会回去了，因为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我肯定要回去照顾他们，等他们老了，不然谁照顾他们？我爸就是自从我大学毕业那年就说让我回去，
他说给我买了一套房，然后我说我不要，因为我特别想出国留学，就是我宁愿拿那个钱，我最想的就是出国学戏，但是他们是不可能让我出国上学的。然后买的时候我就一直说，我不要，因为我知道那个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不会回郑州了。然后我爸就说要买，他就说，我给你买房，我错了是吧？我说你错了。他说我错了是吧？我说你错了。他说你没良心，你有良心吗？我说我已经很有良心了。对，然后就是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根本原因就是我不想被这个掌控，对，被牵制、绑架吧。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像绑架，是吧？是有一点。就我父母就是非常希望我在他们身边，然后我就知道我肯定要养他们，就不可能不养。唉。哎呀，烦死了！你帮我把那个拆了吧，就这个道具，拆的时候藏到那个幕布后面。跑着，我看到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的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我想跑向他，过去抱住他。当我快要跑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骑自行车上下学的自己。他好像在哭，可他的痛苦丝毫干扰不到我。我只是好奇的，像被吸住似的，直勾勾的看着。我喜欢极了，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和我一起睡，像个人有说有笑。刚刚大学毕业的申某人目前正在南昌的某律师，他堵住耳朵，遮住眼睛，主动退化他的头脑，假装那一切都不存在。4岁小女孩上学路上离奇失踪，警方调查发现更大案件有好戏。也许的，把撒旦都赶走，把魔鬼都赶走。沉默的深秋，夜晚我躺在妈妈的旁边，每当我望向她的侧脸，看到的都是一片陌生和寂静。啪嚓啪嚓，咔哧咔哧。我觉得我们得把所有这些道具换上新丝袜，其实还是有点，只是这样就行了。这灯收慢了，2个一起收，好烦。它刚好是中间这一块，它的地是不稳的，而且这个碎我明明扫了，为啥又出现了？天哪，还得扫一遍。可以试一下这个投影，一小狮子。没电脑。可以用我的电视，但是没有转接头是吧？对啊。那咋整？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好歌听听，我能听5分钟的歌。我要打气，我兴奋起来。我回家，妈妈，我害怕。Generation genocide。我真的好烦，我现在真的可烦，我真的很不想演，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觉得我只是现在不想演，但我就是我这辈子还是想做戏剧的，但是这此刻的情绪是控制不住了，不想演就是不想演。其实我觉得我真的不会成功的，我太情绪化了。我觉得成功的人都是情绪稳定的。开点，开点，灰色钱。天啊，我觉得太窒息了。我觉得那女儿抑郁就是因为她爸。我觉得真的很矛盾。你要说他爸对他不好吧，他爸要带他来看病，但我真的觉得他那个状态就是他爸造成的，真的。就刚刚一个很小的行为，他女儿在那收垃圾，然后他爸在那喊快点。我现在觉得人会很难受、很抑郁，都是人给人的。
那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吧。可能会莫名其妙，没有什么原因，然后就觉得就情绪很低落。哦，那这种出现的频率很高吗？比如说每个月都有？对，就每个月可能也就那么1、2次。我经常会觉得很亢奋，但这基本上算我的常态。所以精力很旺盛。又旺盛又不旺盛。可能就是上午很高兴，下午就是我这一天的情绪波动比较大。所以你是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的感觉吗？对，就是这种感觉。那最长的开心的时候持续多久？可能也就1、2天吧。我觉得我的工作好像需要我这样。你做什么工作呢？我是做戏剧演员。最近的一次演出就是我很抗拒，很不想演，但是就必须得演，然后我会逼着就是刺激自己亢奋。你平时你觉得自己的脾气性格是怎么样的？非常差，非常不好。就是我的性格非常暴躁。你家里有谁跟你一样脾气比较急？我爸、我爷爷。父母3岁的时候离婚了。那你跟谁生活？跟我爸。他们有没有再结婚？我爸后面结了，我妈没结过。我爸后面结过4次婚，所以我其实经历过3个后妈。我跟我这3个后妈关系好像都不太好。所以你一直是跟着他们，他结1次婚你就跟着他们是吧？对。那对于小孩来说是挺难的，你怎么能适应这么频繁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打你是你爸打你？我不叫我后妈，我不叫我后妈叫妈，然后他可能就想让我叫我后妈叫妈，然后会拿棍子打我，然后之前我也没想起来那些事儿，我真的，他要不是问我家人有没有打过我，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可能小时候确实觉得好像也没啥。我现在想吐，我头疼的厉害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吐。我觉得避免是避免不掉的，因为它就在那儿。然后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是一种方式。那他爸让他回去过这种普通生活，那他做一些创作，他觉得还是有一些意义。所以这种让他感觉，我觉得让他获得了一些价值感，所以对他支撑他这个人不崩溃，系统不崩溃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基本上很多时候，内心越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其实越不敢期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现实自我，一个理想自我，就没有达到那个理想自我的时候，一直会处在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有一些迷茫嘛。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每个人又都是平凡的，那你从事的工作也是如此。但也不是说没有如自己所愿，我们就不能好好生活的。多穿点儿。我知道。哎呀，你瘦了。我知道。身体怎么样啊？挺好的。工作忙不忙啊？不忙。多穿点儿。我知道。吃。哎呀！刚才说有个伴，最起码来怕我老了那个没人理。不孤单。没人理。怕我死在屋里得有人发现。没人发现。
大过年你可别说这话啊！我还没说这话呢。是啊，老葛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了，老葛什么时候说的？在孙子问的时候。这我也得素的是吧？穿完了啊？没有啊。啊？奶奶，你平时你说这么老远，你看北京嘛，确实也不方便。要没有他还好一些。你说这个吧，身上养这个东西不是个好事，这是个闹心的事儿啊，知道吧？有的时候他吧哈特别缠人呐，上哪去他就是个问题。带着呗。是你还能哎呀总带着，你总带也麻烦呐，你说。上哪儿都带着嘛。哎呀，狗猫都有。都是我整回来的。都是他弄回来的。去年春天的时候吧，我妈忽然就是检查出有肺癌，我爸给我打电话就哭了。你看我爸那么要强的人，给我打电话都哭了。添加完成，等待领取打印结果。我觉得那时候要是如果那啥的话，是不是这房子就空了没人了？你看你那个就是继承这个房产证也方便呢，在一个户口本上。哎，现在这些都不是啥，都不是什么大病，都是能好的。现在又有合适的药，是吧？没那么严重。哎，你看这个，这就是我那同事他家的，那围着是一个小宝宝，你看着吗？我妈就喜欢这样式的。哎，你看，这孩子才1个多月都这么大。生的挺好的。我是不愿意要，我妈老想要了，早就想当姥姥了。哎呀，自己有个小家，有个归宿。人家啥玩意都得他自己整自己干，没个人帮着真的意思啊。人家有个2个人是互相帮。我跟任何人结婚的话，我心里其实都会咯噔一下。我很害怕那种所有关于会一辈子跟着我的这种，我都会害怕。我宁可没有，我也始终让他保持一个未知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未知反而会让我心里踏实。尤其是当我妈有病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至少让她在有生之年看见我结婚。我只是希望，我真的只是希望，只是有这么一个角色就可以。就挺矛盾的，但是有些话吧哈，没法说的太透彻了。有些话吧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把话说透了，他也感觉到接受不了，你也感觉接受不了。什么叫说透了？你将来究竟怎么办？你是回哈尔滨呐，你还是在北京？你追问这事干什么？你追问他干啥呀？就说哎呀，先让你回家来吧。我和你妈需要你回家照顾我们，咱能说这话吗？说出来以后对他压力多大呀？对他得产生多大的压力啊？是不是啊？你说两头为难的事，你说这话，所以说有些话不能说透。假如说我回哈尔滨，那我真的就是每天生活的非常的规律安稳。那我就这样的吗？我甘于这样吗？就是什么事情我都会不甘于就这样了。3条车道全都堵车，但是可能偶尔某一些车道它就会顺畅一些。我选的那条车道一定是最堵的。我每次或者说大多数我都会选错，这算是自我怀疑吗？或者说我怀疑我过去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冰棍好吃吗？好吃，正搁屋里写对联吃完了，等他吃完了也不知道好不好。我是不是还在换回衣服？你这衣服挺好看的。我说你最感兴趣什么？哪个3个话题？你身体得健康，有个好身体，你就能干好你应该干的好事儿。自己在事业方面吧，你还得不断的努力。这是你的发展上还能，是不是还能好一些？如果我没有什么发展呢？如果你没什么发展的话，那只能顺其自然了。工作也平平，婚姻也没有，然后一事无成。一事无成，那就回来我和你妈养活你呗。但是我看你呢，你要是这样说，我感觉也不舒服。我给外人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是一个太要强的人。但是这种要强让我过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总是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应该更好，我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从小家里面，你们给我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说啥呢？你现在吧期望值不要太高。你期望值太高，目标定的太高，你就会很辛苦。你就会很吃力，回过头来你想过得让人感觉到不错呀，所以说你这压力就大呀，不是一回事，就跟我也是一样啊。那你为什么觉得我可能会好？你为什么会对我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啊。为什么相信？因为你这个人是个不甘寂寞、不甘落后的人。你是不是对我曾经特别失望？一开始倒不是说失望啊。那是我拿你当孩子，我只是认为你是我姑娘。我爸爸其实对我一直要求都特别高，他觉得我女儿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一定会工作也好，嫁的也好，什么都好。但其实呢，我并没有，我甚至现在过得很糟糕，但是我依然要回去。我明知道他可能会，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愧对于他这份期望，但是他其实内心更期望的是我能够真正的健康，过得舒心，日子不太难，能经常回家看看他们就可以了。要小心慢吃啊。我爸说这里面有。有没有？白吃了一个没？我上班了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你拿下来。我就可喜欢这个了。这个多好看的颜色！你这给我吧。给你戴呀？多好看啊！翠花。哎，那年可时兴这个围巾了啊！我叫魏淑芬。我爸前2天给我发消息说，我知道你回北京的时候就剩下1万块钱了，乖，你现在花的差不多了吧？该没有钱用了吧？我就是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我爸主动给我发消息，其实是一个示好、一个服软的一个行为跟态度。我没想到我爸会给我服软，我以为我会是先服软那个人。对，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觉得我爸对我还挺好的。然后紧接着就开始感到窒息了，因为他是我爸呀，我肯定想跟他和好，而且我爸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爸，但是我俩相处有太多问题了，所以我很想跟他和好。我只是很怕一和好之后，我俩相处的那些问题又会出现来阻碍我。我一定要靠自己赚钱。挺好看的。好，有了，了，这可以不？真好看。你觉得哪里需要再那个？挺好的，就靠这个找工作了。为什么这么急着找工作？因为没钱，因为没有钱了。你看我现在上额应该有7800还是7900，3月25要交4000房租，7900减4000就是3900，然后我就只有3900块钱了。然后我5月25又要交房租，又要交4000，
对，所以我现在在挣房租钱。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做一个戏剧的导演助理，然后我就非常想要这个工作机会，现在在等他消息，看他同意还是不同意。还不回我，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他们会给我稳定的收入。他说好，是定了吧？是定了吧？谁能来告诉我一下我？是吧？是吧？是定了吧？他说是定了吧？定了对吧？他不会后面又变卦不要我吧？真的不会中途把我换了吧？不要中途来找我说什么找到新的人了又不要我了，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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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他不会换我对吧？但我开心的同时，我真的会有点担心把我换了。我可能接下来每一天都会担心他会不会突然给我发微信说郭靖，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说定了哈，那就不纠结了，不纠结了。就小时候我不是跟着我爸嘛，基本上都是暑假的时候我都要去找我妈，就跟我妈一起待半个月或者10天或者1周。然后一开始去的时候就很开心，因为1年没见我妈，然后每次临走前的2、3天就特别难受，就觉得快要我爸要把我接走了，然后就会哭，然后前面几次都是这样，然后后面他就演变成了去找他的时候，我就会同时想到我爸把我接走那天，然后就想着现在的开心，过不了多久我就又会伤心，对。唉。我觉得我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所有开心的事儿发生之后，我都会同时想到不开心，就是去找我妈的路上总是很开心很期待，然后开心着我就想到过不了几天我又要经历被接走，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开心永远就是跟不开心就是一起体验。对，我觉得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一个思维习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改过来的。一晃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少年英俊，如今已是暮年，岁数大了啊。彼此保重身体，过好幸福晚年。希望还能相聚，再排合影留念。行不行？这个即兴发挥，我就打油诗。我是即兴发挥，我看他们说的啊，我也是。昨天晚上我是12点出去遛的狗，我走在一个楼旁边，我一抬头，它的窗户是亮的，然后里面散发着那种特别温暖的黄色的那种光。他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在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会点这么好看的灯光啊？会让我感觉这个窗户背后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妈说这个箱子沉，沉也得拿呀，太沉了。我觉得你这箱子也搁进去吧。不行。那为啥不行？那箱子里头有洞，它沉。那咋的？有苞米。那咋？我不光是吃这个。你别总拎着，左一兜右一兜的，我没法带。你看一睡觉就吃点东西吧。要不拿这几个水果行吗？
我就说不用拿，吃不了还怪沉的，我还得拎楼上去。哎呀，那梨你可拿着去嘛，吃不了，这倒是。假如说明天走哈，这个大麦晚上哈，平时吧都睡觉都很正常就睡觉，那天晚上说啥不睡觉，就上我那屋里去。哦呦，抓着了，抓着了！哎，抱抱抱抱！哎呀呀！哎，抱抱大妹妹。哎，那回去了是不是啊？哎，哎，好嘞。嗯，这小东西。哎。记着啊，你这个装在包里了啊。这个包里头闻着点儿，这包丢不了就。哎，对了，你看，牵着小文出去吧，小文出去。这拐弯吗？空桥底下拐弯吗？掉个头直接上墙。啊，这你回去吧，你回去吧。回去吧。啊，那什么？回去吧。嗯，好，到哪报一声，大家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经阶段，真的是，如果人生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走相同的道路。我并不后悔，也不责怪任何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它是成长的过程。主要是在这个寻求希望的过程中要坚持。我觉得把它用来飞翔是最值得的。可能我爸觉得我是蝴蝶吧，又好看又爱飞。我画过一张画，叫《飞向彼岸》。那张画就是说，有的人天生就有一个翅膀，他没有目的地，但是他必须要飞。我也没有目的地，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我就必须要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你感觉累了，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可是这段路好黑，比黑夜还要黑。但是，在这段无比黑暗的路后面，是在隧道这头亮起的一闪一闪的光。给爸爸，我觉得我还是用这种写信的方式和你和好吧。我是个个性很强、脾气很暴，也有自己坚持了很多年的梦想的人。我注定不会是大多数人想要的那种乖巧听话、留在父母身边的女儿。跑起来，向前跑起来吧！跑起来就不害怕了。我坚持向前跑，我坚持向前跑，我坚持向前跑。仰望天空的人，我必须要飞，一直飞，然后飞过这个彼岸港，还会有远方。到底是什么？是哪儿？我也不知道。跑着跑着，我看到了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的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我看到在我熟睡时，爸爸过来抚摸我被被子捂得出了汗的脸。我看到了山，看到了草原，看到了漫天的星星。我接着向前跑，
倔强的头。到目前，地震造成死亡28300人，受伤188000。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守护世界就是守护自己。哔哩哔哩公益。